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86版《西游记》里最让人心里发闷的那一幕？孙悟空推倒了镇元子的人参果树，闯了塌天大祸，走遍三界找不到救树的法子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一个筋斗翻回了灵台方寸山。他以为推开那扇熟悉的洞门，就能看见师父坐在蒲团上讲经，就能像小时候闯了祸一样，撒个娇认个错，师父就会伸手帮他把所有麻烦都摆平。可是洞门推开的那一刻，他愣住了。满院的荒草长到了膝盖高，房梁上结着厚厚的蛛网，当年师兄们练剑的石台上落满了灰尘，讲经的大堂空空荡荡，连一个道童都看不见。他喊了一声师父，声音在空荡荡的山洞里来回撞，连个回音都显得冷清。他跌跌撞撞跑到后洞，当年师父给他开小灶传法术的地方，石壁冰凉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字被岁月磨得有些发浅，安安静静地刻在那里。小时候看到这一段，我只觉得难过，觉得物是人非，觉得菩提祖师太狠心，怎么说走就走，连个念想都不给徒弟留。那时候我以为这个字是师父留给徒弟的一句告诫，后来长大一点，看了很多所谓的暗黑解读，又觉得这是祖师撇清关系的证据，是用完就扔的冷漠。直到这2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见过了一些人，经历了一些事，受过没说出口的恩惠，也吃过掏心掏肺的亏。某天夜里又翻到这一段，看着屏幕里孙悟空摸着石壁红了的眼眶，突然就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心口。原来这个字我们整整误会了500年。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，心思全在齐天大圣有多威风上，龙宫借宝，地府消明，大闹天宫，一根金箍棒打遍天庭无敌手，看得人热血沸腾，觉得这才是英雄该有的样子。那时候看菩提祖师这段，总觉得就是个很普通的严师出高徒的故事。孙悟空在三星洞待了10年，前7年砍柴挑水洒扫应对，后3年跟着祖师学了长生术、72变和筋斗云。本来好好的，就因为他在师兄弟面前卖弄本事，变了棵松树哄大家开心，被祖师撞见了，大发雷霆，执意要把他赶下山去。那时候我笃定祖师刻在洞里的那个字一定是个戒字，戒骄傲，戒张扬，戒有了点本事就沾沾自喜，四处显摆。那时候的世界观多简单啊，非黑即白，对错分明。老师批评你，肯定是你做错了，师父赶你走，肯定是你太调皮。我还跟着一起生气，觉得这猴子怎么这么不懂事，好好的神仙日子不过，非要逞一时之快，把师父惹恼了，把自己的后路断了，真是得不偿失。我甚至还在课本上写过类似的话，说做人要谦虚，不能骄傲自满，不然就会像孙悟空一样被师父赶走，最后闯下大祸，被压在五行山下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理解真的就像一张白纸，干净也单薄。我们只看到了犯错就要受罚的表层道理，却从来没多想过，一个能教出齐天大圣的师父，心胸怎么会这么窄？不过是变了棵松树，多大点事，至于要断绝师徒关系，还要发那么重的誓吗？原著里祖师当时是这么说的，你这去定生不良，凭你怎么惹祸行凶，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，你说出半个字来，我就知之，把你这猢狲剥皮挫骨，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，教你万劫不得翻身。小时候读这句话，只觉得师父好威严，好严厉，说的话好吓人，觉得孙悟空肯定是太让师父失望了，才会让师父说出这么狠的话。那时候我理解的师徒关系，就像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，你听话，成绩好，老师就喜欢你；你调皮闯祸了，老师就惩罚你，就不要你了。我以为这就是全部的真相。后来上了大学，刚毕业那几年，网上突然流行起了暗黑版《西游记》的解读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说菩提祖师其实是如来佛祖变的，整个大闹天宫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局，说孙悟空早就死在了取经路上，最后成佛的是六耳猕猴。说唐僧师徒4人，每个人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那时候这类文章特别火，我也看了不少，越看越觉得有道理，越看越觉得自己以前太天真。那时候再回头看三星洞的那个字，我嗤之以鼻，觉得哪里是什么戒，明明就是个气字，
抛弃的弃，放弃的弃，过河拆桥的弃。我那时候振振有词地跟朋友分析，你想啊，菩提祖师那么大的本事，收了那么多徒弟，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一个野猴子？还不是因为他无父无母，没有根基，正好拿来当棋子用。他教孙悟空72变和筋斗云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爱惜人才，就是故意教他一身本事，放他出去搅乱天庭，给如来的取经计划铺路。等本事教完了，利用价值没了，就随便找个借口把人赶走，还放下狠话，不许提他的名字。为什么？就是为了撇清关系啊，怕事情败露了，连累自己的名声。我还觉得自己看透了本质，说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，哪有什么无缘无故的好，所有的馈赠都暗中标好了价格，什么师徒情深，在利益面前根本一文不值。菩提祖师从头到尾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孙悟空从一开始就是他手里的一枚棋子，用完就扔，毫不留情。那时候我刚入职场没多久，正好遇到过几次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，也被人背后捅过刀子，就更加坚信这套说法，觉得人与人之间就是互相利用，你有用的时候大家都围着你转，你没用的时候谁都能踩你一脚。那些嘴上说对你好的人，心里指不定打着什么算盘。现在想想挺可笑的，那时候明明才刚踏入社会，没见过多少真正的风浪，却偏偏要装出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，把所有的关系都往功利上靠，把所有的善意都往阴谋上想，好像不把事情想得阴暗一点，就显得自己不够成熟，不够聪明。我以为这就是第二层真相，以为自己终于看懂了成年人的规则。真正让我改变想法的是工作第3年遇到的一件事。那时候我在一个项目组，带我的是个业内很有名的前辈，大家都叫他张哥。他对我特别严，严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写的方案他永远能挑出毛病，改个7、8遍是常事，有时候甚至会直接把文件甩回给我，说重写。开会的时候我只要说错一句话，他当场就会指出来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那时候全公司都觉得张哥特别不喜欢我，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。我甚至私下里偷偷哭过好几次，觉得是不是我太笨了，怎么都达不到他的要求，要不要干脆辞职算了。结果有一次我捅了个大娄子，给客户的报价单写错了一个关键数字，差了几十万，客户当场就炸了，说我们没有诚意，要终止合作。领导知道之后大发雷霆，说要彻查责任，谁犯的错谁承担后果。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坐在工位上浑身发抖，已经在心里写好了辞职信。我以为张哥肯定会第一个把我推出去，毕竟他平时对我那么严厉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他在领导办公室待了半个多小时，出来之后跟我说，没事了，客户那边我已经沟通好了，方案我连夜改完了，明天你正常对接就行。我愣在原地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后来我才从别人嘴里知道，他在领导面前把大部分责任都揽了过去，说是他审核不严，跟我没关系。他还私下给客户那边的负责人打了好久的电话，赔了好多不是，才把这件事压下来。那天晚上我买了烟和茶，想去他办公室道谢，他却摆摆手不让我提这件事。他说别跟任何人说我帮过你，就当这事没发生过，以后做事仔细点，别再犯这种低级错误。我当时特别不理解，甚至有点委屈。我觉得你明明帮了我，为什么不让我说？难道我还会给你添麻烦吗？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想跟我扯上关系？这个疑问在我心里藏了大半年，直到后来公司另一个新人到处跟别人说自己是某个总监的亲戚，是总监特意招进来的。结果呢，全公司的人都盯着他，他稍微做错一点事，就有人在背后说，还以为关系户有多厉害呢，也不过如此，有什么吃力不讨好的活都往他身上推。最后试用期还没结束，就因为一点小错被辞退了。那一瞬间，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突然就想起了张哥跟我说的那句别跟任何人说我帮过你，也突然想起了菩提祖师，想起了他对孙悟空说的那句不许说是我的徒弟，想起了三星洞里那个孤零零的字。那天晚上我翻出老版西游记，又看了一遍悟空重回三星洞的片段，看着他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，摸着熟悉的石壁，眼眶一点点红起来，我也跟着鼻子发酸。原来这么多年我们全理解错了，那个字既不是戒
也不是气，是藏。真相就是菩提祖师从来都不是要惩罚孙悟空，也不是要抛弃孙悟空，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教孙悟空成人世界里最重要的一课藏。这一个字他没有明说，没有解释，就那样刻在石壁上，留给孙悟空用500年的时间自己去悟。首先要藏的是锋芒。当年孙悟空变松树真的是什么大错吗？不过是师兄弟之间闹着玩，显摆一下刚学会的本事而已，放在普通的师门里，最多就是说2句，根本不至于逐出师门。可是菩提祖师是谁？他是看着悟空从一个野猴子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人，他太了解这个徒弟的性子了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争强好胜，爱出风头，有3分本事就要显出10分来。这种性子在三星洞里没关系，师兄弟们都让着他，师父也护着他，闯不了大祸。可是一旦出去了，走到3界这个大染缸里，这种性子就是取死之道。你本事越大，锋芒越露，就越容易招人忌惮，招人嫉妒，招人算计。别人明着斗不过你，暗地里会给你使绊子，会给你挖坑，会联合起来对付你。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不懂，总觉得有本事就要亮出来，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不然谁知道你厉害，谁会给你机会？我们总说是金子总会发光，总觉得藏着掖着是懦弱，是没本事的表现。可是进入社会，你就会发现，真正厉害的人从来都不会把锋芒挂在脸上。你看那些在单位里咋咋呼呼，到处说自己能力有多强的人，往往都走不远。真正能扛事、能上位的人，平时都安安静静的，看起来普普通通，甚至有点不起眼。可是真到了关键时刻，一出手就能解决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树大招风，枪打出头鸟。你锋芒太露，就会成为所有人的靶子。别人不佩服你，只会防着你；别人不认可你，只会想着怎么把你拉下来。菩提祖师看到悟空变松树的那一刻，他看到的不是徒弟的调皮，是徒弟未来的劫难。他知道这孩子性子太傲，不摔几个狠狠的跟头，永远学不会收敛。他赶悟空下山，不是因为他犯了错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护不了他一辈子。该教的本事已经教完了，剩下的路得他自己去走，该摔的跤得他自己去摔。他把藏字刻在洞里，就是想告诉悟空，本事是用来扛事的，不是用来显摆的。真正的强者从来都不是张牙舞爪的，是懂得收敛起棱角，把力气用在该用的地方。这是第一层意思。而更深一层的藏是藏靠山，这也是当年我最看不懂的地方。菩提祖师那么大的本事，为什么不许孙悟空提他的名字？难道真的是怕连累自己吗？后来我才明白，恰恰相反，他不是怕悟空连累他，他是怕自己这个身份反而害了悟空。你想啊，如果孙悟空走到哪都拍着胸脯说我师父是菩提祖师，3界第一大神，那会是什么后果？第一种，所有的神仙妖怪都怕他，都让着他，不敢惹他。他走到哪都有人捧着，都有人给面子，那他永远都长不大，永远都活在师父的光环里，永远成不了真正的齐天大圣。第二种，别有用心的人会借着他的名号去做坏事，打着菩提祖师徒弟的旗号招摇撞骗，最后所有的黑锅都要孙悟空来背。他本来没做什么坏事，最后名声也臭了。第三种，也是最可怕的一种，会有人把他当成对付菩提祖师的棋子，既然明着打不过菩提祖师，那就从他徒弟下手，抓了孙悟空，用来要挟祖师。到时候悟空反而成了祖师的软肋，也成了别人攻击祖师的武器。你看，一句我师父是菩提祖师，听起来威风，实际上处处都是坑。真正的保护从来都不是把你护在身后，告诉所有人这是我的人，谁敢动他，那样看似风光，实际上是把你架在了火上烤。真正的保护是让你看起来没有靠山，让你自己去摸爬滚打，去经历风雨，去长出自己的铠甲。而他站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在你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悄悄伸手拉你一把。就像86版电视剧里演的那样，悟空回到三星洞，没有见到师父的面，却听到了师父的声音，告诉他该去哪里找救兵。你看，他从来都没有真的不管他。
他只是不让他说，不让他依赖，不让他活在自己的羽翼之下，这一点在职场上尤其明显。真正想提拔你的领导，从来不会当众跟你称兄道弟，不会到处说这是我看好的人。他只会在私下里给你指方向，教你本事，在你犯错的时候悄悄帮你兜底，在有机会的时候默默推你一把。可是在外人面前，他甚至会故意跟你保持距离，批评你的时候比批评别人更严厉。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懂，觉得这样的领导太虚伪，太不近人情。我们总喜欢到处说我认识谁谁谁，总觉得认识的人越多，自己就越有面子，越有底气。可是越长大越明白，真正能用的关系都是藏着的，真正能帮你的人都是不能说的。你到处宣扬的那一刻，这段关系就已经变了味。别人会觉得你在拿他当挡箭牌，觉得你在狐假虎威，甚至会因为忌惮他而刻意针对你。那些天天把我上头有人挂在嘴边的人，最后大多都栽在了这句话上。而那些闷声不响默默做事的人，反而能走得更远。500年后，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，风吹雨打，吃铁丸喝铜汁的时候，他应该第一次懂了师父的苦心。如果当年他到处宣扬自己的师承，恐怕就不是压500年这么简单了。那些被他得罪过的神仙，那些忌惮菩提祖师的势力，恐怕早就下手了，根本等不到唐僧来救他。那句不许说是我的徒弟，哪里是威胁，根本就是师父给徒弟留的最稳妥的一条后路。除了藏锋芒、藏靠山，这个藏字里还有一层意思，是藏真心。菩提祖师对孙悟空不好吗？当然好。一个野猴子，无父无母，从花果山漂洋过海，吃了无数苦头才找到三星洞。祖师不仅收了他，给他取了名字，还手把手教了他10年。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毛猴，教成了会72变，能翻筋斗云的齐天大圣。这10年的相处，怎么可能没有感情？可是他从来都不说。他没有说过师父喜欢你，没有说过我担心你，甚至连一句软话都没有。赶他走的时候，说的是最狠的话，发的是最毒的誓，连一点转圜的余地都不留。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听好听的话，觉得愿意跟你说甜言蜜语的就是对你好的人，谁夸我们，我们就跟谁亲近，谁对我们和颜悦色，我们就觉得谁是好人。可是进入社会，你就会发现，嘴甜的人不一定心善，话狠的人不一定冷漠。有的人天天跟你称兄道弟，酒桌上拍着胸脯说有事随时找他，可是真等你遇到难处了，电话都打不通。有的人平时话很少，脸很臭，对你要求特别严格，你甚至觉得他讨厌你，可是在你最难的时候，只有他愿意伸手拉你一把。成年人的真心从来都不是挂在嘴边的，它藏在行动里，藏在细节里，藏在那些没说出口的温柔里。我前阵子刷到一个视频，一个姑娘说，她大学的时候特别讨厌她的辅导员，因为辅导员总是针对她，查寝专门挑她的毛病，评优评先也从来没有她的份。她一直觉得辅导员是看她不顺眼，故意刁难她。直到毕业好几年，她偶然从别的老师嘴里知道，当年他家里出事，交不起学费，是辅导员悄悄帮他申请了助学金，还帮他找了勤工俭学的岗位。之所以不告诉他，是怕他有心理负担，怕别的同学有意见。而那些所谓的针对，其实是因为知道他性子散漫，怕他荒废学业，才盯着他紧一点。姑娘说，知道真相的那天，她坐在地铁上哭了好久。他想起毕业那天，辅导员站在校门口跟他说了一句以后好好的，他当时还翻了个白眼，没搭理人家。现在想想，那4个字里藏了多少没说出口的关心。你看，我们这一辈子总会遇到这样的人，他们的好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，是悄无声息的，他们的关心从来都不是甜言蜜语的，是笨拙又隐晦的。你当时不懂，甚至会怨恨，会委屈，会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。可是等很多年过去，你经历了人情冷暖，见惯了虚情假意，再回头想，才会明白当年那份心意有多珍贵。菩提祖师对孙悟空就是这样，他把所有的感情都藏了起来，把所有的温柔都裹在了严厉的外壳里。他知道悟空要走的路太难了，太险了，
儿女情长只会成为他的牵绊。所以他宁愿让徒弟恨自己，宁愿让徒弟觉得自己是个狠心的师傅，也要逼他快点长大，逼他学会自己面对一切。这份真心，孙悟空整整花了500年才真正读懂。其实说到这里，你应该也明白了。我们读《西游记》，读的从来都不是妖魔鬼怪，也不是神仙佛祖，是我们自己的人生。一个藏字，小时候看是规矩，是告诫；少年时看是冷漠，是算计；等到真正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一圈，再回头看，才知道是保护，是成全，是一个师父能给徒弟的最深沉的爱。这就像我们的人生，20岁的时候，我们都想做孙悟空，想有一身本事，想大闹一场，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名字。我们锋芒毕露，横冲直撞，觉得天大地大，老子最大。看不起那些藏着掖着的人，觉得他们怂，觉得他们虚伪，觉得他们没有锐气。30岁的时候，摔过几次跟头，吃过几次亏，被社会磨平了棱角，慢慢学会了收敛。知道了话不能说太满，事不能做太绝，本事不能露太多，开始懂得藏锋，懂得示弱，懂得有些关系不能随便说。等到再年长一点，经历了更多的聚散离合，才会慢慢看懂那些藏在严厉背后的温柔，藏在狠话背后的关心，藏在离别背后的成全。才会明白，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，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的偏爱，是不动声色的托举，从来都不是甜言蜜语的讨好，是没说出口的真心。你看，孙悟空的一生，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史。在三星洞的时候，他是个无忧无虑的学徒，有师父护着，有师兄陪着，不用考虑后果，不用承担责任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是我们的学生时代，简单纯粹，以为世界非黑即白，以为只要努力就有回报。大闹天宫的时候，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齐天大圣，觉得自己天下无敌，想推翻一切规则，想跟全世界叫板。那是我们刚入社会的时候，年少气盛，野心勃勃，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，看不起所有的人情世故。被压五行山的500年，是他最落魄的时候，也是他沉淀的时候。风吹雨打，孤独寂寞，让他慢慢冷静下来，慢慢反思自己，慢慢读懂了师父当年的话。那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低谷期，摔了大跟头，撞了南墙，才开始反省，才开始成长。取经的路上，他一路降妖除魔，一路看透人情世故。他看到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接走了，没后台的才会被打死。他看到有时候讲道理没用，有关系才有用。他也学会了低头，学会了求人，学会了圆通。这时候的他才真正读懂了那个藏字。他不再到处炫耀自己的本事，不再动不动就喊着俺老孙500年前大闹天宫。他学会了藏起锋芒，学会了人情世故，也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人。最后到了西天，修成正果，成为斗战胜佛。这时候的他已经不需要靠师父的名号撑腰，不需要靠金箍棒证明自己。他内心强大，通透豁达，活成了真正的强者。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在三星洞的石壁上，那个简简单单的藏字里，师父早就把答案给了他，只是他要走过千山万水，历经981难，才能真正明白。我有时候会想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，或许都有这样一个菩提祖师。他可能是你的小学老师，当年对你特别严厉，罚你抄课文，打你手心，你那时候特别恨他。可是很多年之后，你才发现，如果不是他当年管着你，你可能连高中都考不上。他可能是你第一份工作的领导，天天骂你，挑你毛病，你觉得他针对你，赌气辞了职。可是后来你换了好几份工作，才发现，只有他是真的在教你东西，只有他愿意指出你的错误。他也可能是你的父亲，平时沉默寡言，从来不说爱你，你觉得他不关心你。可是你离家在外的时候，他会偷偷跟你妈妈打听你的近况，你没钱的时候，他会悄悄给你打钱，还说是你妈妈让给的。这些人都没有说过什么漂亮话，都没有给过你轰轰烈烈的感动，他们只是安安静静的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教你本事，教你做人，然后在你要远行的时候，悄悄退到一边，不打扰，不牵绊，只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护你一程。
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懂，总觉得愿意为你摇旗呐喊的才是贵人，愿意跟你把酒言欢的才是朋友。等到长大了才知道，真正的贵人是那些悄悄给你铺路的人，真正的关心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。就像三星洞里的那个字，安安静静地刻在石壁上，风吹了500年，雨打了500年，字迹都快模糊了。不懂的人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字，懂的人一眼看过去就能看到里面藏着的山海，藏着的温柔，藏着的那句没说出口的前路漫漫，你要小心，我就不陪你走了，但我永远在你身后。前几天我又翻到了那段视频，孙悟空站在空荡荡的三星洞里，对着石壁拜了3拜，然后转身一个筋斗云又回到了取经的路上。他没有找到师父，可是他已经不需要再找了，因为师父教给他的东西早就刻在了他的骨血里，那个藏字也早就从石壁上刻进了他的心里。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呢？当年那些没听懂的话，没看懂的人，没明白的道理，不用急。人生这条路很长，该你懂的时候，岁月自然会让你懂；该你明白的心意，时光自然会给你答案。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生命里的那个藏字，也能早点珍惜那个把真心藏在背后，默默托举你的人。毕竟这人间最难得的，从来都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，是雪中送炭的沉默，从来都不是挂在嘴边的深情，是尽在不言中的成全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